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视频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2支 NARS 的这个口红试色，这一系列的名字叫做 Velvet Lip Glide 它是属于那种非常丝滑系列的，然后唇妆的效果出来应该是丝绒感的那种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从浅色开始，就是比较裸色开始试到深色，并且在视频的最后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一系列口红的一些感想，还有哪一支颜色我非常的喜欢。那开始今天的视频吧。De Paris n'importe bras dessus en chantant des chansons bras dessus de Paris n'importe bras dessus。首先浅色系呢，一共有这4支，是属于那种豆沙色啦，然后藕粉色啦这样子的颜色。那我们就一一开始上嘴试色。下面呢，再是这2支带紫色调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进入红色区。
有3支吃土色啦，比较深的颜色。一共试完了12支 NARS Velvet Lip Glide 12支口红，我挑出来了我比较喜欢的这些支在这边，就是它，因为它是比较滑的那种质地，非常非常滑。像你们刚刚看我试色的时候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只涂下嘴唇，然后这样子一抿，它就是直接滑到上嘴唇，然后整个嘴唇上的那个颜料啊色泽都很饱满很丰富。所以我刚刚给大家看的试色呢，是其实涂的就是属于蛮重的。那我挑出来这几支呢，我是觉得包括它的质地以及上色的容易程度来讲，都是算是刚刚我们试的12支口红里我比较喜欢的。我们从一开始试的裸色系开始好了。裸色系这个最后的这一支 Bound， 在刚刚裸色系里面是最不显唇纹的。那刚刚你们看到第1支和第2支吧，它颜色都太浅，所以在我的嘴唇上比较难盖住我下面那个本身的颜色以及我的唇纹。有一个紫色的我还蛮喜欢的，叫做 La Main Blue 出来，我觉得很像韩剧女主角，就是女2号，看起来就是还蛮精致的。这个色呢，我之前也有喜欢过一个，我忘了什么牌子，类似的一个，反正这种颜色我觉得都是比较显气色，然后看起来比较娇羞，挺聪慧的那种。这支啊，我觉得也蛮显白的。然后再是我感觉很像打牌，然后再是 Unspeakable， 这一支是他们这个系列里就是属于比较有名的颜色，它是出来是紫色调的，然后比较暗暗的那种颜色，很有气场。就这3支。其实就这一个系列吧，因为它是那种非常丝绒丝滑，就比较颜色重的口红吧，气场很大很大。相比刚刚我们聊的这些支来讲，它比较难涂匀，因为我觉得这种紫色调啊，以及最后2支你们应该看我上嘴就是那个咖啡色调的，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难涂匀的颜色。最后还有2支红色我非常喜欢，首先有一支是 Number 52， 我之前视频里也有涂过这个颜色，这一套系列里面用的最久的一个颜色，我觉得它是一个。就是挺正的一个红色吧，没有什么好挑的，配上它这个丝绒的质地 velvety 的感觉，嘴唇一下子就是变成你整个妆容的一个凸显和重点。最后呢，我发现今天试色下来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嘴上这支颜色，我刚刚就试完以后重新把这支颜色涂上去了，它是 The Palace， 这支颜色很特别，就是跟 Number 52 比起来，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一个红。那这个红色呢，我觉得它里面带有小小的橘，非常的大气，感觉可以去走红地毯的那种。这支颜色真的超漂亮的，而且它的质地也是放在嘴唇上很舒服很平坦，我觉得就是很有气质，正气凛然，有点 Wonder Woman 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懂我意思吗？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了。最后呢，在视频的结尾，我再跟大家聊一聊，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兴趣试这个系列的话，需要注意和知道的几个点。首先，它们的优点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质地很舒服很滑，它有雾面口红那种很饱满很显色的那个特征，然后它又是丝绒的这个质地，所以我觉得看上去是挺高级出来的那个唇妆的效果。因为这个系列它比较丝滑，所以过很久它都不太定，不像雾面口红你涂完它就干掉了那种，它是一直
在你嘴唇上保持这种丝绒的质地。我今天身上呢穿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小背心，但是我觉得涂上这个口红会让这个衣服看上去更加有质感那种。如果你对这一个系列有兴趣的话，我建议你先去专柜试我挑出来这几支我非常喜欢的，我觉得他们是在这一系列里面相对来说是非常优秀和突出的，就包括它的颜色啊，或者它上色的容易程度啊，以及它分布的均匀程度啊、唇纹程度啊，整个都是优秀的。说完了优点以后，这个系列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是这两支颜色真的太难涂匀了，因为它一根东西一粘出来，那个颜料太足，然后再加上它又是那种咖啡色，就这种有点怪怪的颜色，在嘴唇上是比较难去涂匀的。像我刚刚就是这两支花的时间是最久的。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做的这一支 NARS 12支 Velvet Lip Glide 上嘴试色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支视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视频，还是一样可以在下面给我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频道，可以在旁边点击 subscribe， 这样有更新的话你就能收到提醒啦。那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